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景甜为冯绍峰吃饭，甜蜜对视，网友这下不和赵丽颖复合了。景甜和冯绍峰这个互动好亲密，也难怪会上热搜了。当红女演员给男演员喂饭，哪个吃瓜群众看了这样的词条不来围观一下？不过再仔细看看这图，景甜因为外面带了个披肩，一时之间看不太出来，而冯绍峰则是完全穿着戏服，整个就是角色造型。原来这两人的喂饭是在片场啊！剧中有女主角给男主角喂饭的情节，当时是在片场走戏，但看这两人的氛围感，还甜蜜对视，也是挺微妙的。两人合作的古装剧《灼灼风流》开播，在这之前，两人为了剧宣，营业也是非常努力了。在喂饭之前，两人还用藏头诗官宣了一下，看词条还以为这两人走到一起了。冯绍峰自从和赵丽颖离婚后，感情方面也是挺低调的。两人虽然离婚了，但还是保持良好的关系，共同抚养孩子这方面是真的做得很好了。前不久，娱记拍到两人一起带儿子出游，其乐融融。很多网友看到这一幕，还纷纷猜测赵丽颖是要和冯绍峰复合了吗？但是赵丽颖的粉丝肯定是不乐意他们两人复婚的。当初两人离婚，赵丽颖的粉丝还在社交平台纷纷庆祝，从此姐姐独自美丽，认真搞事业。实际上，当初赵丽颖会和冯绍峰结婚，也是挺让人出乎意料的。在赵丽颖之前，冯绍峰公开的女友是倪妮、林允，和赵丽颖完全不是一个类型。而赵丽颖在那之前的感情绯闻，也只有陈晓一个。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，突然就官宣结婚生孩子，这怎么看都不像是女顶流会做的事。别说吃瓜网友疑惑了，当事人冯绍峰也疑惑啊。结婚后，他在唯一的一个节目里讲起两人的婚姻，也是充满着大大的疑惑。他不确定赵丽颖和他在一起到底是喜欢他，还是只是为了谈恋爱。而两人相处的这种模式，也是挺让人意外的。作为婚姻里非常亲密的两个人，很多时候往往也是分享情绪的两个人，尤其是他们俩从谈恋爱到结婚生孩子，时间并不长，正常情况下还处于热恋期。但是赵丽颖真的是非常冷静的人了。冯绍峰因为工作情绪波动，赵丽颖就在那里静静看着他哭，要么就说你看看孩子吧。这样的互动其实也没有错，可能在赵丽颖看来，这就是她安慰人的方式，但对冯绍峰来说，也许还不够。所以当两人官宣离婚时，似乎也并没有很意外，毕竟当初两人结婚已经让人很意外了。冯绍峰出生在条件优渥的家庭，上戏毕业，做演员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兴趣，做得不好的话，也可以回家做富贵少爷，毕竟是家里有矿的人。可是命运却也很厚待他，大部分演员可能要从跑龙套开始演艺生涯，冯绍峰进圈的第一部戏演的就是男一号，此后在一些港台剧里演的也是男二男三的角色，直到2011年和杨幂演功，彻底地火了。反观赵丽颖，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孩到成为女顶流，这条路走得很艰难。这条路完全是她用一个个小角色铺出来的。冯绍峰演男一男二的那些剧里，赵丽颖还只是在演打酱油的角色，演过冯绍峰身边的丫鬟，甚至演过他的丈母娘。要知道，赵丽颖可比冯绍峰小9岁。直到演《陆贞传奇》，赵丽颖才开始出圈，28岁演了《花千骨》彻底爆了，才一跃成为顶流。离婚后，赵丽颖有《幸福到万家》《风吹半夏有肥》等一部又一部的剧播出，
甚至还被提名白玉兰最佳女演员。而冯绍峰主演的影视剧却很少看到，也就刚刚开播的和景甜合作的《灼灼风流》是近期少有的男1号作品。无论从性格、价值观还是成长背景来看，两人基本没有相似的地方。什么样的人适合在一起？相似还是互补？这是个很久的话题。但显然在冯绍峰和赵丽颖身上，可能巨大的差异，恰恰是他们没有继续一起走下去的原因。其实，不管是相似还是互补，这些都只是表象。两个人能否一直走下去，其实取决于这两人是否互相认同，是否目标一致，是否愿意为了长久相伴这个目标而不断地调整自己，尤其是为对方而妥协。认清了这一点，那些所谓的原因都不是原因。